Hello，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嗱，復活節假期就過咗啦，大家過成點啊？咁我都趁呢一個假期砌咗眼前呢兩盒 MG 高達 Mark II 2.0嘅偏光成形式版本啊！嗱，喺上一集 HG 對 RG Mark II 嘅影片分享裏面，我深深體會到有好多朋友都對呢一個2Z高達初期嘅主角機呢有住好深刻嘅愛嘅。所以今集 MG 版嘅內容我都研究咗一段時間。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咁喺今集陪你清山即系列 HG、RG、MG 三個版本嘅高達 Mark II 大比拼之前呢，我想糾正一件事嘅。上一集我表示過 RG 版嘅 Mark II 呢，前裙甲係成日有跌件嘅問題。有師兄留言講我聽，表示我呢一個步驟係砌錯咗嘅，絕對就唔係先將前後裙甲嘅骨架呢同埋外甲組裝完，再裝上去腰部嘅骨架四方形裝位啊，咁樣係錯嘅。正確嘅組裝方法係將呢一部分扭落嚟，然後組上骨架，再將外甲夾實，咁樣就唔會有跌件嘅問題啦。係咪穩陣咗好多呢？後裙甲亦都係先將呢兩個部分拉落嚟，再砌上骨架，最後裝外甲。咁樣就冇跌件嘅問題啦。喺呢度呢，要多謝各位師兄嘅指點啊！咁亦都要同中意 RG Mark II 嘅朋友講一聲唔好意思。RG 版嘅 Mark II 絕對係 RG 系列早期模型最值得買嘅其中一個，冇腰軟同埋跌件，絕對係唔會令大家失望嘅。咁為 RG 版 Mark II 證明之後，就正式進入呢一集嘅內容啦。上一集開頭有介紹過。呢兩盒喺08年發售嘅 MG， 名為 HD 版嘅 Mark II 2.0，Bandai 係以偏光成形式嘅技術生產呢兩款 Mark II 嘅。咁簡單啲講啦，即係以05年推出嘅奧光版，同埋06年先至推出嘅泰坦斯版，以 HD 嘅名義用新嘅盒面賽倍，再推出一次俾大家買嘅。兩盒模型嘅最大分別，除咗零件係帶啲偏光之外，相信就係呢兩本說明書啦。咁好快咁樣俾大家睇睇部分嘅零件啦。咁確實比起普通嘅模型，表面係帶有好強烈嘅偏光效果嘅，但係水紋就難以避免啦。咁我手指指住嘅呢4張水貼都係呢兩盒 HD 版本獨有嘅，呢兩張貼紙亦都係 HD 版獨有嘅。咁但係我冇用到，點解呢？大家可以見到用貼紙黐喺零件嘅表面效果真係非常難睇嘅。咁如果黐喺白色表面呢，就唔容易察覺。咁我最後就轉用咗 EVO 水貼啦。Bandai 呢張貼紙質量係穩陣嘅，所以大家自己去衡量用唔用啦。今集主要就分享 MG、HG 同埋 RG 版本 MK2 嘅分別。如果各位想睇 HG 同埋 RG 嘅分件同埋組裝過程，歡迎大家收睇上一集嘅介紹，右上角嘅連結撳入去就係㗎啦。兩個 MG 嘅 Mark II 大約用咗2日時間去完成組裝，可以滲線嘅，但係剪出嚟嘅水口呢，除非你係接受得到啦，唔係嘅話一打磨就會令到偏光嘅效果失去咗㗎啦。有啲剪出嚟嘅位我就冇處理嘅，咁我試過磨完水口之後，再用拋光棒拋翻光，都可以回復一啲偏光嘅。我知道兩個顏色版本嘅 Mark II 都各有支持者，咁我會兩個顏色都會花時間比較一下。首先就比較一下兩款顏色 ，MG 版嘅正面、側面、背面同埋呢一面，跟住就拎3個版本嘅 Mark II 比較一下啦。HG 同 RG 由腳去到頭頂，高度大約就係12.5 cm。而 MG 就係19.6 cm。
兩個 MG 版本嘅武器大家都一樣㗎啦，只係顏色唔同。光束槍、火箭炮、激光劍同埋盾牌，三個版本嘅武器，有收睇上一集嘅朋友都知道 HG 嘅武器分件就比較簡單嘅，冇做分析，而 RG 同 MG 就做足分件同埋分析嘅。不過都補充一下， RG 同 MG 嘅光束槍瞄準鏡係可以做收納嘅。RG 同 MG 版嘅火箭炮彈夾係可以掹出嚟，而 HG 兩方面都做唔到。三個版本嘅盾牌外形真係差唔多，唯一唔同就係 RG 版嘅盾牌可以做伸縮嘅。MG 嘅光束槍由12件分件組成，咁都係一貫嘅組裝過程啦，唔難砌嘅，非常容易完成。咁由於係屬於早期嘅 MG 模型啦，光束槍係需要做無縫嘅。咁如果大家唔想太煩，可以試下諗下用推坑刀咧去推一條坑出嚟，從而令外觀更加好。火箭炮就由8件分件組成。嗱，我呢一刻先至記起玩機戰嗰陣，呢一支火箭炮係可以裝散彈嘅。咁算唔算係 Mark II 嘅最強武器呢？盾牌就由7件分件組成。咁我自己覺得3個版本嘅 Mark II 盾牌雖然外形真係差唔多，但係論組裝過程就 HG 版最好啦。有陣時我覺得反而組裝方法太複雜，反而係會有反效果嘅。咁唔知道大家贊唔贊成我呢一句說話啦？兩款 MG 2.0嘅頭部俾大家對比一下，大家覺唔覺得藍色頭嘅高達始終咧都係帶一啲邪氣嘅感覺啊？MG 版嘅頭部擁有最多嘅細節，呢幾個出風位係有做散熱片嘅設計嘅。HG 版嘅頭部出風位就冇頭先提及嘅細節啦。黑色要自己補。RG 版就簡單做咗黑色嘅出風位分件，唔使補色。至於頭部嘅可動方面，我覺得 MG 版嘅頭部轉動角度係最 smooth 嘅。另外兩個版本就有啲其他零件嘅干涉啦。MG 版嘅頭部由16件分件組成。嗱，呢個偏光成形式版本其實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水口嘅位啊。除非真係無視佢啦，唔係嘅話一定會睇到。咁我都真係盡力打磨過㗎啦，不過都係有瑕疵。咁希望各位師兄咧留言就高抬貴手。始終我就唔係用嚟比賽。咁砌模型最重要都係帶俾自己兩樣嘢嘅啫：一，專心完成一樣嘢；二，用自己雙手去砌完模型嗰一刻嘅興奮感覺啊！身體方面外形又係差唔多，可動我就唔試俾大家睇啦。三個版本都差唔多嘅，心口呢兩個綠色位 ，RG 版係有做透明綠色分件，另外兩款就係要用貼紙補色嘅。上一集有提及過嘅 RG 版本嘅駕駛室門係可以打開嘅 ，HG 就做唔到，而 MG 可以打開之餘，仲可以睇到裡面嘅駕駛員啊。咁另外頂部呢個位係可以打開嘅。至於三個版本嘅背包，大家都見到啦。RG 版同 MG 版嘅背包分件活動範圍基本上係一樣。HG 版嘅可動就真係唔多。嗱，不過我自己覺得啦，需唔需要有咁多可動呢？咁希望大家自己去諗諗啦。MG 版嘅身體由28件分件組成，咁而之後嘅背包分件就有17件。嗱，我都好奇想問一問收睇影片中嘅師兄，嗱，有幾多朋友係中意將高達模型以偏光嘅方法嚟完成嘅呢？嗱，我知道有好多人，包括借呢幾盒 MK2 模型俾我嘅朋友，喂，都話軍事模型外甲點會係反光㗎？偏光完全就係偏離軍事模型嘅作風，應該要好似裝甲騎兵咁樣有裂有花痕先至似樣㗎嘛。至於我自己，反而係比較中意反光嘅質感嘅。咁當然打完仗外甲就唔會仍然好乾淨㗎啦。嗱，呢方面就真係觀點同埋喜好唔同。
所以大家如果有收睇我其他嘅模型分享影片，嗱，好多時候特別係 F90 深色同埋鮮色嘅外甲，我係好中意用拋光棒拋光嘅。咁但係白色嘅件我就會磨件燒光。唔知道大家喺呢一個燒光同埋偏光嘅技術製作方面又有啲乜嘢睇法呢？大家不妨留言傾下啊！3個版本嘅腰部設計 ，HG 同埋 MG 版嘅腰部外形差唔多係一模一樣嘅。RG 呢一個位就細咗啲，細節上仍然係 RG 比較優勝嘅。後裙甲 HG 版本就窄咗啲，反而 MG 同埋 RG 今次就幾乎一樣啦。3個版本都可以裝上火箭炮嘅。MG 版嘅側裙甲有一個優勝之處，另外2個版本係冇嘅，就係右邊可以裝光束槍，左邊可以裝彈夾。嗱，我再重複講多一次嚇，RG 嘅前後裙甲可動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因為我原先係砌錯咗。咁另外2個版本嘅裙甲可動都一樣噶啦。咁啊，淨係試 MG 版俾大家睇。跟住就係腳部嘅比較啦。咁我覺得 MG 版嘅腳部外甲無論前或者後都比較厚嘅。咁啊，就真係同以前嘅機械人設計一樣，下重上輕。上集有講過 RG 版嘅腳部設計，當你作出一啲伸展嘅屈曲呢，就會出現裂甲嘅效果。咁 HG 版最多只可以咁樣。至於 MG 版係點樣呢？大家可以睇到，嗱，雖然呢就冇好似 RG 版嘅裂甲咁誇張啦。嗱，不過呢個連接腳掌之間嘅油壓設計，我係非常中意嘅。腳掌仲可以做到咁樣，其他2個版本就唔得啦。嗱，我發現一個問題嘅，唔知道算唔算係呢個 MG 版嘅腳部缺點？呢個球關節連接腳部嘅樁位啊，插入去感覺係唔夠深嘅。嗱，我係覺得比較容易拆得開嘅，咁但係都唔算大問題。MG 版嘅 Mark II 腰部由20件分件組成。嗱，喺意式高達時代，駕駛 Mark II嘅駕駛員分別就係前期嘅主角加美尤啦，同埋後期嘅愛馬中尉。喂，大家中唔中意愛馬中尉啊？最近 Bandai 公佈會喺7月推出呢個 Figure-wise Standard 嘅露娜。嗱，咁未來嘅日子 UC 系列嘅其中一位女角色，咁我估因為 HG 重高達 Mark II 公佈啦，咁啊順便呢推出意式高達嘅女角色啊，波雷二世啊。咁中意 UC 女角色嘅師兄有希望啦！既然出得波雷，應該其他女角都有機會推出嘅。買一個駕駛員企喺機體旁邊影相，咁我估都好吸引嘅。單腳嘅分件有58件，值得注意就係用嚟穿油管嘅網套，大家一定要好似 RG 咁樣，要量度清楚呢先至好剪出嚟。雖然係有剩料，但真係唔好靠估。嗱，至於腳部嘅組裝，影片開頭都有提及水口嘅問題。呢個 MG 版嘅 Mark II Bandai 設計得都幾巧妙嘅。咁件同件之間有陣時會各自因為組裝嘅位而將嗰個水口咧遮蓋咗嘅。咁當然，如果大家買正常版本嘅 Mark II 2.0，就一定會將水口處理好，唔會話有磨走偏光嘅問題。咁另外啦，3個版本嘅腳部分析分件完全係做好俾大家。嗱，我自己有砌過好舊嘅 Mark II 嘅。印象中就係圖中呢一盒1:220嘅 Mark II 啊，成個都係白色，身體所有部分都係1件過嘅啫。如果要上色係好難嘅，咁我估真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嘅朋友先至會買過嚟砌嘅啫。嗱，我唔知道係咪 Bandai 推出嘅嚇。咁我記得當時喺文具鋪買大約35至40蚊啦。咁另外仲有一盒係比較大嘅，不過唔記得咯。咁如果有朋友都有買過嚟玩嘅，喂，不妨大家留言回憶一下啦。所以呢3個版本嘅 Mark II 我係砌得非常開心，出風位唔使保色之餘，亦都唔難砌。最複雜當然就係 RG 版要用軟線製作成嘅油管位啦。嗱，而呢個 MG 版就完全冇剛剛提及嘅問題啦。咁因為佢嘅油管本身係有嘅，只係要套網套嘅啫。
最後就係手臂嘅比較啦。咁啊，先俾大家睇一睇外觀比較先。可動就真係3個版本都差唔多啦。最大分別其中之一，上集有提及嘅 RG 版膊頭甲係有可動嘅， HG 同埋 MG 版嘅膊頭甲就冇任何可動。MG 版最大分別就係手掌同埋手指係有做分件嘅，部分嘅手指係有獨立嘅可動。手心呢個突出嚟嘅長方形就係用嚟連接武器，可以話係一雙手掌走天涯嘅，感覺上都算穩陣嘅。反而上集有提及嘅 RG 版就有幾個手型啦， HG 版就只係得一對開窿手型嘅啫。MG 版嘅單手就有23件分件。砌高達 Mark II 嘅過程其實令我諗翻起好多嘢嘅。嗱，我呢幾年呢砌過唔同系列嘅 MG 版高達模型，例如突擊啊、V2 啊、EXS 啊、Wing Zero 等等啦。最能夠令我諗翻起20幾年前砌模型嗰陣嘅感覺呢，可以話係呢幾個版本嘅 Mark II 啦。咁因為舊式嘅日本機械人始終都係有一種陪住自己成長嘅情懷啊。細個嗰陣好想擁有嘅玩具，大個咗就因為有好多原因，就算你買咗都冇時間玩。嗱，所以今次砌 Mark II 令我有一種終於完成咗嘅感覺，冇遺憾咯。二式高達三寶 MG 版終於齊集啦。咁啊，人生就係咁嘅樣，有陣時真係未必要實質擁有先至會完美嘅。今次有朋友借出 Mark II 俾我砌呢，咁時隔30年，終於有一張二式高達白色同埋 Mark II 嘅大合照啦。30年前90年代，我係冇相機又或者攝影機嘅。嚟到影片嘅結尾，兩集嘅 HG、RG 同埋 MG 版嘅 Mark II 大比拼，希望能夠令大家揾到一個答案，究竟買邊一款 Mark II 好啦。嗱，呢一個月我一次過砌咗3個版本嘅 Mark II 啦，俾我嘅感覺就係 MG 版 2.0 雖然已經推出咗差唔多有20年啦，但係仍然咧唔會話覺得落後嘅，係好值得中意 Mark II 嘅朋友收藏。至於 HG 雖然組裝分件都係比較簡單，但係如果有師兄係想5個鐘內砌好個模型嘅，嗱，呢一個版本咧就最啱呢啲朋友啦。咁而 RG 版就比較啱喜歡多分件、多細節嘅朋友去考慮嘅。當然3個版本都各有優點同埋缺點，咁希望呢2段影片可以交代得清楚俾有興趣嘅師兄參考啦。咁我應該都會有一段時間唔再接觸 Mark II 咯。但係如果出年二式高達40週年，Bandai 突然間公佈出 Mark II 3.0，又或者 version 卡嘅，甚至唔知點解突然間出現一盒 PG 版喺我面前嘅，咁千祈唔好俾我 PG 版啊！咁最後啦，要多謝2段 Mark II 大比拼都有收睇嘅朋友，咁啊令我將來呢繼續有動力去做模型分享影片嘅。咁當然一定要多謝我嘅朋友歐先生免費借出4盒 Mark II 俾我拍攝陪你清山積系列嘅。嗱，咁亦都要勸一勸大家啦，喂，山積中嘅人，快啲拎出你嘅 Mark II 清咗佢啦！如果中意我呢一段影片嘅，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嘅感受。最好當然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啦。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好，下集再見。